谷粮、发奶茶、炒米茶、阿胶糕、lactation cookie。你有没有好奇过，市面上打着广告说自己有催奶效果的产品，到底有什么差别？Hello， 我是丽丽。今天要说的不是催奶食品，而是那些在广告里面自称有催奶效果的产品。所以榴莲椰枣这些很多妈咪吃了有加奶效果，可是没有广告说可以加奶的，我今天就不拿来说。只要你在网上看了催奶相关的产品，你的 Facebook 墙上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广告。如果你目前正在追奶中，看到那么多广告，多少会心动的，对吗？那可是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，是什么催奶的原理呢？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？哪一个会比较好呢？基本上自称有催奶效果的产品分为2大种类。第一种就是真正为了哺乳妈妈而生产的产品，第二种就是很多功用，刚好哺乳妈妈也可以得到好处的产品。打个比方，你要拍照，可以拍照的产品有2大种类。第一种就是相机，真正为了拍照而产生的产品。第二种就是手机，有很多功能，可以通电话，可以上网，可以玩游戏，刚好想要拍照的人也可以拿来拍照。明白那个差别了吗？所以要怎样分辨哪一个催奶产品是属于哪一种类？很简单，如果那个产品是写明给哺乳妈妈食用的，产品的效果比较集中在催乳通乳这个范围内的，那就是第一种专门为了哺乳妈妈而配置的产品。那这些产品里面一般上有西方的催奶香草啦，或者说有催奶效果的中药，比如说葫芦巴籽、亚麻籽、Fennel、Black Seed、Moringa、Goat's Root 这一类的东西，就是直接用泌乳界中知名的催奶香草，直接帮助你加奶。有一些是孕妇不适合食用的，例子就是通乳茶、什么妈妈茶，然后葫芦巴籽的 supplement 然后它的名字可能什么 milk booster breastfeeding 什么什么 lactation 什么什么这一类名字的产品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去看那个产品的 Facebook 页或者它的网站，里面写无论是不是哺乳妈妈都可以食用的，而且除了催奶之外，还能补血养颜瘦身哇，那个功效的 list 很长的。这个就是第二种了。而这种产品一般上都会有这些效果的，丰富的铁质帮你补血啦，或者高蛋白质或者高纤维来让你耐饱，来间接帮助奶量增加。我就举一些我常看到的广告例子啦，比如说某牌子的谷粮某牌子的阿胶糕，然后某牌子的炒米茶之类的。那即使它自称专门为哺乳妈妈研发，只要它是备孕、怀孕、产后、哺乳不哺乳，食用了都有某些健康上的好处，都属于这一种类。 How do you know this? That's what I do. I drink and I know things. 但有时候有一些产品会让你有点混淆的，比如说 lactation cookie 这样子，它加了啤酒酵母和亚麻籽等等有帮助加奶的成分，那么是第一种咯。那也不能这样子说，因为啤酒酵母和亚麻籽虽然有帮助加奶的功效，可是一般人食用也是可以得到好处的。 lactation cookie 是可以当做普通饼干来吃的，所以它是属于第二种。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试探方法，就是你 PM 那些卖家的时候，你问他我老公也想食用可以吗？那注意不要问我可以给我老公食用吗，要问到好像你老公本身很有兴趣这样子。要是对方反问你为什么他要食用那么就是第一种类。如果对方很开心这样子列出一大堆你老公吃了对他的好处，那么就是属于第二种类。估计一下来button谢谢。那么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哪一种比较有效加奶，对吗？那就要看你的奶量不足的原因是什么了。当然首先要有个底线，第一就是
你有勤劳给乳房刺激，行动上给身体足够的讯息，需要制造奶水。第二就是你的挤奶器有效给你乳房刺激。第三，你要明白，无论是哪一种催奶食品，有没有效都是因人而异的，即使有效也不能依赖。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认知，只是想靠吃催奶食品来维持奶量，后果会让你很失望的。如果你奶量不足的原因是因为贫血、气血不足，或者是因为饮食方面相关的原因，那么第二种类的产品，也就是多功能的那一些呢，对你会有效的机会会比较大。当然，效果到什么程度就因人而异了。如果你日常的饮食本来就是很均衡的，营养充足了，那么你食用这一类产品，加奶的效果对你的帮助不会很大。我对这一类产品的看法就是，如果你想要尝试是无妨的，可是不要被广告影响，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来购买。也就是说，你不一定要买最贵的那个，比如说谷粮类呢，凡是谷粮都可以尝试，而且也可以尝试不同牌子的，看看效果有没有差别。即使对你没有催奶效果，也可以当做早餐来食用，或者跟家人分享，就不会浪费了。而那些专门为哺乳妈妈而产生的催奶食品，基本上只要是奶量不足的妈咪都可以尝试的，除非你会对里面的某些成分过敏，那么你才不应该食用。在通过行动上努力追奶的同时食用，有效的话就可以让你在追奶的时候看到比较振奋人心的成绩。迟点我也会制作另外一个 video， 把市面上自称有催奶效果的产品拿来详细讲解和比较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